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踏的瞬息3代 Step 3，499的发售价，全掌 A-Shock Pro， 一块前插的异形碳板，还用上了类似于李宁 GCU 的 AirTR 液态橡胶大底。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啊，就是轻，单支42.5码的重量，只有差不多300克左右，非常轻质。而且整一双鞋的重量配比做得也非常好，上脚之后的体感重量也非常棒，完全不会成为我们在球场上的负担。OK， 那基础配置啊，差不多就是这样。虽然没有用超零件，但是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测评了，应该也都知道啊，配置跟性能并不是完全挂钩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这种名为 AirTR 的液态橡胶大底在抓地方面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相比普通的橡胶，它会有更好的止滑效果。在吸灰控制方面，它的表现也确实会更加出色。在有灰尘的场地上，它受到的影响会更小。但是啊，相比李宁的 GCU、SPO 的 SPS 或者是361度的 RPU， 它的抓地都会稍显逊色一些。那些鞋款如果在干净的场地上，基本上就是指哪打哪，在我们急停的那一刹那能够瞬间停住。但是安踏的这一款 AirTR 橡胶大底啊，会明显要差一些，它的止滑效果会介于普通橡胶和其他品牌的液态橡胶大底之间，没有那么的极致，当然啊，也没有那么的难以驾驭。相信体验过 GCU 或者是 SPS 这些液态橡胶大底的兄弟们应该也都知道，他们的抓地确实非常顶，但是啊，如果你的脚踝力量或者下肢力量不够出色，那种极致的抓地可能反倒会成为你们在球场上的负担。而瞬息3代的抓地表现可以算得上是恰到好处，不但抓地出色，在急停时也会给到我们适当的缓冲，驾驭门槛确实会低不少。但是啊，它的耐磨表现就真的不太行了。大底的纹路其实没什么问题，但是不知道啊，是因为配比没有配好还是什么原因，它的外底橡胶啊就跟热熔轮胎一样，一旦温度上升，磨损就会特别快。仅仅只是我这一段时间的室内木地板上面穿着下来啊，在内侧上扳位置处的纹路几乎已经磨平了，所以外场我绝对不推荐，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就穿它打打木地板就完事儿了，好吧？中底超大面积的前插碳板就是它抗扭的最好保证，想要用手将它扭动啊，几乎不太可能。不管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都能保持住它的姿态，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不管你多大体重，不管你打球的强度多大，这一双鞋的强度啊，你都不需要担心。毕竟在 CUBA Air 赛场上有这么多球员上脚，兄弟们就放心穿就完事儿了，好吧？而这一双鞋比较难得的一点是，它在有着一块前插碳板的同时，还几乎没有驾驭门槛。大家可以看到啊，它的自然弯折点非常合理，不像其他用了前插碳板的篮球鞋一样，可能会绊脚，可能会不太好驾驭。即使你体重比较小，或者脚底下没什么力，可能啊磨合个一场就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啊，在座所有还在发育当中的青少年朋友们，这种带前插碳板的篮球鞋，尽量还是能不选就不选，好吧？虽然它没有什么驾驭门槛，但是对于还在发育过程中的你们来说，它还是太板了一点。能不能驾驭都另说啊，长期穿着肯定对于你们的足部健康不利，好吧？作为一双保底快靴，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自然不用大家担心。较低的重心加上全包围式的中底，虽然它的大底造型啊是这种全弧形的造型，但是弧度都不是特别大，在前后掌也都做出了明显的外扩。穿它在打球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放心，心里特别踏实，在做动作的时候啊，几乎没什么后顾之忧。当然，它的整一个大底，即使是在加宽了的基础上，依旧还是比较偏窄的，在稳定的同时，尽可能的给大家保证了灵活度，稳定与灵活兼具，非常棒。而且啊，它的中底完全不存在内扣的情况。我对于有内扣的篮球鞋啊，还是比较敏感的。但是在穿这一双鞋实战的这一段过程当中，都没有感觉到它的立线不正。在意这一点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选择。OK， 基础性能啊，就差不多是这样，抓地出色，抗扭优秀，稳定性也没有任何问题。除了耐磨啊稍微差了那么点意思之外，其他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高水平。想要用来打球，想要用来打高强度的球局都没有问题。那至于它的风格化处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是小体重球员，那这双鞋可能就是你们今年
必须要去关注一下的鞋款。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瞬息3用了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大部分脚型的兄弟都可以去选择它。不过因为我的脚型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偏窄，得穿比较厚一点的篮球袜才能得到比较出色的包裹锁定。因为在这一双鞋身上并没有使用到什么动态鞋带孔，而且它的系带系统也并不是特别好拉紧，所以窄脚的兄弟们在穿它的时候可能还是会觉得整一个鞋楦会略微有一点点的偏宽。不过好在整一个鞋面的下压做得比较到位，在做变向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情况。整一双鞋的鞋脚一体性还是比较出色的，大家可以放心。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而且平时打球的强度又会比较高，那这一双鞋它的鞋面强度可能会有点不太够用。虽然它的整一个鞋面的编织密度并不低，但是 TPU 丝的用量稍微偏少了一些，侧面的热熔补强也会略微有一些偏软，侧面上翻的 TPU 它所上翻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我在穿这一双鞋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好几次做防守对抗动作的时候，都能感觉到鞋面兜不住双脚的这一种情况，双脚会蹬出鞋面。当然，造成这一个情况的很大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的体重比较大，加上我脚型是略微有一些偏窄的。如果你的体重在150斤以内，或者你的脚型就是正常宽度，或者是微宽脚，那这种情况你应该不会发生，你完全不用担心，好吧？放心去选就 OK 了。而且它的整一个透气性表现也同样非常出色。我们最近这里真的太热了，30多度的天气真的超级热。在我穿它打球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闷脚的情况。打完球鞋仓内部也不会特别的湿，在意透气性的兄弟们也可以放心选择。至于它的中底瞬息3的表现相对来说会比较均衡一些，后跟和鞋头的上翘幅度都不是特别大，不算特别极致的这种跑跳方向的球鞋。中底跟狂潮期一样都使用了 A-Shock Pro， 但是在这一双鞋身上的调教跟狂潮期完全不一样，尤其是它的后跟，它的前掌跟狂潮期的体验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差距，都是这种偏向于反应性的调教。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的感觉非常直接，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再加上前叉碳板的一个加持，能明显感觉到中底所提供给我们的推进感以及力反馈。不过它的推进感相比那种硬度更高一些的碳板要稍差一些，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小，那它所提供给你的推进感你一定能够更容易察觉到。对于大体重的球员来说，它的推进力度其实跟那些前叉的板材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它的后跟在软质 TPU 材料的包围下，给到了我们非常明显不一样的一种体验，跟前掌相比完全不一样。后跟给到我们的弹性明显会更大，脚感和缓震的表现也都会更加出色。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几乎没有震脚的感觉，但是过于弹的后跟跟前掌之间的感觉会有一定的割裂感。虽然大面积的碳板确实让这两种不同的脚感得到了一个非常顺滑的过渡，但是在跑动时依旧还是会感觉到一点点前后掌硬度的变化。中底的力传导以及过渡确实都还不错，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过渡都还算丝滑，这些都要归功于它这一款前叉的碳板。而较窄的后跟加上弹性过大的中底材料，导致了它在后跟的稳定性方面会有一定的下降。在我们做一些补位防守动作的时候，在我们全力冲刺扑上去的时候在做制动的过程当中，大多数都会用到我们的脚后跟。我在穿这一双鞋的时候好几次都碰到了后跟不稳的这一种情况，这应该也是因为我个人的体重比较大，下肢力量比较强而造成的。小体重的球员我相信应该会好很多。还是那句话150斤以内的兄弟们，这一双鞋你都可以放心去进行选择。瞬息3代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A+， 这一双鞋在这一个价位段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小体重球员的不二之选了。499的价格我觉得真的非常屌，非常值。我相信它将来的价格一定会更加的划算，等到个300左右，真的可以算得上是同价位段无敌的存在了。当然这只是针对小体重的球员，如果你就是小体重的球员，那这双鞋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耐磨。但是如果你的体重比较大，在160斤以上，而且平时打球的强度也会比较高，那它可能在鞋面强度以及后跟的稳定性方面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困扰。除此之外，它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喷的点了，真的非常出色。150斤以内的兄弟们冲就完事儿了，你一定不会失望。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